加拿大简报，这是我们6度简报团队为您搜集总结的权威信息。加拿大简报：加拿大权衡驱逐中国外交官。彭博社：加拿大正在考虑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该外交官被指控针对加拿大议员的家人进行制裁，作为出于政治原因的惩罚。据报道，这名外交官被确认为驻多伦多的中国外交官赵伟。此前，他正在考虑为居住在中国的保守党议员迈克尔·中 （Michael Chong） 的亲属提供资金，以应对可能的制裁。Chong 以其反对中国政府的强硬立场而闻名，并在议会提出一项动议，将中国对待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描述为种族灭绝。他们说，任何可能被驱逐出中国的行为都会有后果。加拿大在威胁国会议员后召见中国大使。加拿大环球邮报，据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乔利 （Melanie Joly） 称，加拿大已召见中国大使，也为北京针对保守派议员中迈克尔 （Michael Chong） 及其家人。正如之前报道的那样，庄先生在带头提出一项议会动议后成为攻击目标。该动议谴责北京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局长大卫·维格诺特 David Vigneault 在本周的一次简报中向庄先生证实了这一点。加拿大正在评估一系列备选方案，以应对所发生的情况。所有备选方案都摆在桌面上。周三，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指责 CSIS 从未收到过这一针对目标的通知。他说 ，CSIS 决定在2021年不通知国会议员。总理表示，他本周指示 CSIS 从现在开始在收到有关国会议员或其家人受到威胁的情报时提醒政府。安全专家周三表示，很难理解《环球报》报道的那种情报评估将如何留在 CSIS 并且不再传播。中国交换生秘密灵魂伴侣。纽约时报，加拿大电影《清朝皇后》是一个关于精神障碍和文化障碍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由阿什利·麦肯齐 （Ashley Mackenzie） 执导，描绘了新斯科舍省一名10几岁的精神病患者与在医院做志愿者的中国交换生安之间的关系。2位年轻女性在各自社区的边缘联系在一起。安向 Star 讲述中国古代的故事。Andreas Mandritsky 的怪异声音设计表达了 Star 的茫然观点。尽管普遍存在凄凉的临床和荒诞主题，但这部电影的友谊感绝显而易见和真实。这些是最漂亮的母亲节礼物，真正让她度过一天。多伦多星报，多伦多星报列出了母亲节的11个礼物创意，专注于时尚周到的礼物，确保母亲度过难忘的一天。礼物创意包括 Overall 沐浴油、Fredericks and 美珍版、Dally Mae Jordan 化妆包和爱马仕围巾等，所有这些都是实用或时尚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个人化。中国抨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奴隶劳工言论，威胁后果。路透社，中国批评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在上周访问美国期间将中国的理生产与奴隶劳动联系起来。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警告说，如果加拿大继续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指责特鲁多试图通过以人权为借口进行政治操纵来破坏该国，加拿大将面临后果。声明还敦促加拿大认真审视镜子里的自己，并解决自己的人权问题。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被控性侵犯的物理治疗师也因不当行为受到调查。加拿大 CBC， 加拿大的一名物理治疗师被指控性侵犯，因为他被指控虐待了一名病人。安大略省物理治疗师学院暂停了该男子的证书，已收到指控他对患者进行性虐待的投诉。监管机构已发出听证会通知，涵盖多项指控，其中包括职业不当行为和对女病人的性虐待，通过触摸和性行为。学院已召开听证会以评估这些指控。当地警方表示，其他使用物理治疗师服务的患者也可能是受害者。中国官员威胁，
恐吓加拿大境内的加拿大人和永久居民。加拿大 CBC， 加拿大情报机构表示，外国中国情报部门和官员恐吓加拿大华人和永久居民，并前往加拿大威胁他们返回中国。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透露，他观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各个调查机构的代表在没有通知当地执法机构的情况下进行此类活动。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也未能采取有意义的行动而受到批评。尽管知道中国政府的原警局在加拿大领土上运作，一名中国外交官被指控针对香港保守党议员的家人没有受到制裁。滑铁卢大学将终止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多伦多星报，滑铁卢大学宣布，当目前的合同在今年晚些时候到期时，他不会续签与华为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该决定是保护科学研究的努力的一部分。该大学负责研究的副校长史尔梅丁表示，他承认此举将使研究人员没有资金，但呼吁加拿大公司和政府介入。该合作伙伴关系始于2016年。加拿大政府已禁止在其 5G 系统中使用华为设备。谢谢收看加拿大简报。6度简报拥有全球数百家权威媒体的即时整理翻译系统，专门为精英提供简报服务。请到6dobrief.com 定制你所需要的各类内容。